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阳明山金山路131巷。我们今天来造访金雀古圳，还有附近有一尊日本时代台北新四国片路的51番石佛。那就先造访水圳，那行程结束之后，再开车去造访附近的那尊石佛。因为这边巷道狭窄，不好停车，所以我车子是停在中华电信阳明山会馆那边的路边白线内可以停车。前面就是金雀古圳的步道入口，这边有指标，金雀百年古圳。水圳步道平缓好走，不过昨天晚上下过雨，今天步道可能比较湿滑。旁边这里是野人花园，金雀古圳，这也是蛮有秘境的感觉。水圳旁就是野人花园，请先购票后入园。哦，走到这里变得非常的清凉。这里面应该是餐厅吧，不过餐厅里面有非常多的植物，也是蛮优雅的一间餐厅。前面就是维护水圳的志工，正在清除杂草。啊，感谢。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。挡住了就淹水。哦，昨天晚上下雨。所以今天的水圳水流充沛。对呀，给它挡住。一路走过来都还是在野人花园的范围之内。大金也称山兰、马兰或是大青，是制造染料的原料。这是九琼，因为树干非常的光滑，所以俗称猴不爬。金雀古圳这是非常清凉消暑的一条健行路线，沿途还有夏日蝉鸣陪伴。前面有导树，哇，在考验柔软度。你好强哦！你看，冲了之后就变。水圳旁的大树，虽然昨晚下过雨，不过这种花岗石石板其实走起来是不会太湿滑。哇，又一棵大树。沿途也有很多植物的简介。前面这里是水圳步道的终点，要从这边取左行，爬上去就接马路。爬上来了，这是金山路125巷，前面180公尺是水源地，我们去看一下好了。金雀古圳步道其实不长，大概差不多，可能还不到0.5公里吧。很轻松就走完了，前面就是水源地，金雀溪。这里写本区具潜在危险性，禁止任意进入，所以这个逗点其实是多余的。
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所以我就在马路这边欣赏溪流风景就好了。毕竟法条不是我们可以任意解释的，还是不要进入好了。一朝被蛇咬，终身怕草绳。回程我们就不走精确古镇了，就沿着金山路125巷走出去，就可以直接抵达中华电信的阳明山会馆。这样刚好是环状一圈。这是精确水圳的入口。我们回程走125巷，现在还不到上午9点钟，所以这条小巷晒不到太阳，有高高的竹林为我们遮阳。左侧那边的建筑物就是中华电信阳明山会馆。所以我们很快就回到金山路了，就在前面。金山路，我们车子停在前面的路旁。这边有公车303，站名是卫星电台。所以我记得10几年前，中华电信的阳明山会馆。当时是委外经营汽车旅馆，好像就是叫做303汽车旅馆吧。我们这样环绕一圈，差不多才走1.5公里而已，1个小时多一点点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去造访第51番石佛，是在附近的平津街10巷内，大概还要1.3公里吧。那我们就开车过去。平津街10巷，前面不知道有没有停车位。我们抵达平津街10巷的巷底，刚好这边有停车位。石佛应该就是在那边的小庙里面。Google 地图有标志。我们到了，这是第51番石佛，药师如来。石首饰，这尊石佛今年刚好满100年。这是1925年从日本引进的台北新四国遍路信仰。当年这尊石佛是放置在草山道路沿途，100年之后，现在被放置在平津街10巷巷底的这间小庙。第51番石佛，这尊石佛是山友叶余兄发现的，哇，不简单！就在这么算是隐秘的地方吧，平津街10巷，小庙旁有一棵莲雾老树。哇，这边掉满了莲雾果子。我们今天的清阙古镇，还有台北新四国遍路第51番石佛巡礼，就到这边结束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